我到了27岁之后，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每隔一段时间它就会出现。这个念头是，我想回农村了。我差1秒没有赶上早高峰地铁的时候，深夜打车发现前面有100多个人在排队的时候，忘记带钥匙被锁在门外，只能大半夜到处联系开锁师傅帮忙的时候，逛街看到喜欢的沙发家具，但想到自己狭小的出租屋只能放弃的时候，每一个这样的时刻，我都想立刻买一张回家的车票，一头扎进那个把我养大的小院里，再也不出来。但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做。我的家人都是面朝黄土的农民，他们没念过什么书，一辈子靠卖力气讨生活，吃尽苦头，拼尽全力，只想把我从农村送出去。我们村里有一条大路，通往镇上的车站。从小学开始，每个周末返校，我妈就骑着家里的自行车，沿着这条路送我到镇上坐大巴，然后依依不舍又无比坚决地目送大巴把我带往更远的地方。这些年间我不断长大，自行车变成了电动车，变成摩托车，变成汽车，妈妈的背影也从瘦挺笔直变成发福蜷缩的样子。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她永远只把我送到镇上的站台，永远隔着车窗向我挥手，催我快点走。好像在他们心里，农村之外都是好地方，他们忍着思念，一次一次地把我推开，为了让我过上比他们更好的生活。所以对我而言，离家这个选择不只是在为我个人的喜好买单，还背负着父母的希冀。我记得初来北京的时候，站在10点半的北京站小广场上，月亮和街灯把这个城市照得特别亮。2号线的地铁里无处下脚，我拖着重重的行李在人工窗口排队买临时票，里面的售票员操着一口北京话，说2块钱能坐到任何地方。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兜里的钱和满腔热血可以支撑我去任何地方。但如今眨眼7年，我没去过故宫，没爬过长城，没学会北京话。朋友们来旅游让我当导游，跟我说，你在这待了几年，怎么也算半个北京人。我笑笑，不好意思告诉他们，我用7年时间混熟的只有从出租屋到公司的那条地铁线路。事实上，我只是离家越来越远，却没有越过越好。我只是生活在这座城市，但这座城市跟我无关。百度上说，北京有2189.3万的常住人口，可在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人是我的亲人。入夜之后，没有一盏灯为我亮着。上半年，我被同事穿小鞋儿，一怒之下裸辞，接着投了几10封简历，全部都石沉大海。于是我干脆收拾行李逃回老家。回家的第4天是我生日，我妈做了一大桌子的菜，爸爸煮了2个鸡蛋，把我叫过去，让我把2只手撑开。然后他拿着鸡蛋从我的这个手指尖一点点滚到我的整条手臂，滚到我的头顶，再滚到另外一个手指尖。爸爸说，这叫滚栽，用熟鸡蛋滚2遍，就会把霉运带走，把好运招回来。我嘴上笑他封建迷信，眼泪就一直在打转。我想起小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煮2个鸡蛋，在我手臂上滚来滚去。
只是长大以后，每一年的生日我都是在外面过的，忘了这回事儿。当我看着他粗糙的手拿着鸡蛋在我胳膊上滚的时候，我听着他用几十年不变的方言小声地跟我嘟囔着，工作嘛，有点变动很正常，累了就回家把养你。我不是想到没有找到工作而难过，而是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他们努力半生不只是为了给你买一张离开农村的票，还同时为你存了一张可以从任何地方回家的票。我能在大城市漂泊这么多年没有被打败，不是因为我有多强大，而是我知道就算有一天我一无所有，也有人在为我托底，而这个底气只有家人能给。我以前总是以为走得足够远就能过得足够好，现在才发现这个受了委屈就能随时回去的小院儿才是我人生最大的安全感。而那些一受委屈就想回农村的念头，不是我向生活发出的求饶的信号，而是向苦难亮出的一张无敌的王牌，是在告诉生活，就算融入不了他乡，我也能随时回去故乡。那里的饭菜和乡音，365天24小时随时待命，为你掸去一路风尘，治愈你所有的伤痕。